今天我们来聊聊阿波罗登月任务背后一桩离奇的传闻。传说在人类首次登月直播过程中，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曾经紧急中断画面，只因太空人忽然激动大喊：天哪，这里有好多船只，他们一直在月球观看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关于月球上外星文明的猜测从未间断。现在就让我们深入这段广播，中断背后的谜团，看看当年登月太空人到底发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 NASA 被迫对全球观众掐线消音。首先回到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任务让人类首度踏上月球表面，全世界透过直播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兴奋不已。然而，据传在登月过程中曾发生一段对话，至今被许多人称为被隐藏的2分钟。相传当时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两位太空人在月面执行任务时，忽然看见远处陨石坑边缘出现了几个神秘物体，两人难掩震惊，语气焦急地询问控制中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阿姆斯特朗的声音听起来又惊又疑，仿佛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他们断断续续地形容那些物体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似乎不是天然产物。随后，太空人更表示，我们发现了访客，这些东西已经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还有某种设施。更惊人的是，他们声称在陨石坑另一侧整整齐齐排列着许多不明飞船，一直静静地停留在那里，仿佛自始至终都在监视着阿波罗登月小组。据说这番令人瞠目结舌的对话刚透过无线电传回地球， NASA 控制中心就立刻切换了通讯频道，甚至中断了对外的直播讯号。当时观看直播的全球观众突然发现画面与声音陷入一片寂静，只见太空人在月面缓步而行，却听不到他们与控制中心的对话内容。这突如其来的沉默引发了不少人的疑惑。多年后，一些相关内情才透过不同管道陆续曝光。据传，当时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被要求改用预先约定的机密频道回报情况，这段频道对公众不开放。然而，几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恰巧窃听到了备用频率上的通话，他们将听到的内容记录了下来。在这些记录中，就包括阿姆斯特朗惊呼看到好多船只在月球观看我们的惊人场面。而一位前 NASA 雇员奥托宾德也表示，当年确实有业余无线电技师截获了阿波罗11号登月期间的一些未公开对话，其中就提到了月球上有其他飞行器的存在。除了民间的爆料，前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阿扎扎博士等研究者也曾公开谈及此事。阿扎扎声称，阿波罗11号登月后不久就发生了与 UFO 的不期而遇，只是这件事被 NASA 刻意封锁，没有对全世界播报。1979年 NASA 前任通讯总监莫里斯·查特连更跳出来证实，阿波罗11号与不明飞行物接触的事件在 NASA 内部早已不算秘密。很多人都知道登月时遇上了某些不速之客，换言之，人类首次登月时并不孤单，有别的东西在月球上陪着我们。扎特连强调，阿波罗太空人在任务中遇到 UFO 其实是平常事，几乎每一艘阿波罗飞船在某个阶段都曾有过被不明飞行物近距离尾随或监视的经历。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太空人都会立刻用密语通知任务控制中心。甚至有消息称，掌管阿波罗计划的火箭之父维尔纳·冯·布朗在世时也暗示过，多次阿波罗任务背后似乎都有某种神秘的地外力量在关注与监控。那么，当事太空人本人如何说呢？多年以后，关于阿波罗11号登月遇到 UFO 的疑问仍不断被提起。据传，阿姆斯特朗本人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证实了部分传闻，他透露在月球期间确实看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甚至用了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那些神秘飞行器的庞大和先进。他还表示，月球上存在某些外星文明的痕迹，例如基地或城市，而且看起来人类被警告不要再靠近。阿姆斯特朗据说语带无奈地承认，他们的太空船比我们的还优秀得多，体积非常巨大。这句话耐人寻味，仿佛在告诉我们，阿波罗遇上的文明，无论技术还是规模，都远远胜过地球。此外，第2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奥尔德林也曾在受访时提及，阿波罗11号飞往月球途中
曾有一个不明发光体一路伴随。他虽然没有断言那就是外星飞船，但这件事后来被 NASA 解释为火箭残骸反光了事，依然留下许多想象空间。另一位登月太空人阿波罗14号的埃德加·米切尔在退休后更是公开宣称相信外星智慧的存在。他在2008年的一次广播访谈中披露，自己有幸得知我们其实一直被访问着，外星人早已来过地球，许多所谓 UFO 现象确有其事。他甚至形容那些外星生命可能是一些小个子、外貌对我们而言很奇怪的生物。这些来自太空人的惊人之语，进一步印证了阿波罗任务中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不仅如此，随着更多阿波罗任务细节解密，人们发现几乎每一次登月任务都有神秘插曲。从1969年至1972年，阿波罗计划共6次成功将12名人类送上月球。据任务记录，阿波罗12号、14号、15号、16号、17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例如，太空人在通讯中使用过一些听似无害的代号词汇，来暗指他们在月球看到的异常事物。阿波罗16号任务期间，宇航员提到了代号芭芭拉，而阿波罗17号也用过暗语康拉德酒店来描述月面上某些引人注目的物体。这些词汇乍听之下毫无意义，但据事后透露，这其实是 NASA 事先约定的隐晦说法，方便太空人汇报发现了奇怪的构造物或装置，却不让公众直接听懂。有些任务记录里还出现了类似梯田、城墙、道路、方棚等描述月球地形的词汇。官方解释称，这只是形象的比喻，形容月表天然地貌特征。然而在阴谋研究者看来，这些词其实暗指非自然形成的结构，也就是月球上的人工建筑遗迹。他们推测，登月者可能看到了类似废墟般的平台、阶地、平直墙面，甚至半透明的圆顶结构。尤其城堡一词曾出现在阿波罗照片讨论中，有人声称在一张月表照片的天际边缘，隐约可见一个高耸的塔状物体悬浮在月面上方，看起来就像一座漂浮的城堡。对此，参与阿波罗计划的权威科学家法鲁克·艾尔巴兹博士的一席话耐人寻味。艾尔巴兹是当年阿波罗任务的月球科学计划负责人，他后来承认，并非所有的发现都有对外公布。他曾透露，的确有一些寻找月球特殊事物的秘密行动。在接受采访时，他举例说，曾经在月球的危机之海发现一个巨大的桥状结构。只能说到这里。当被问及那些结构是否可能是外星智慧的产物时，阿尔巴兹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意味深长地来了一句，一切皆有可能。由此可见， NASA 内部对某些月球异象是知情却三缄其口的。许多 UFO 研究者坚信，在月球背面确实存在一个外星人的基地，各国情报圈甚至使用代号 Luna 来指称它。有传闻说，美国和苏联等国的探月轨道器其实都曾拍下过那座月球基地的蛛丝马迹，只是不对公众公开而已。一些声称从 NASA 流出的照片显示出月表上有疑似废墟般的城市、透明的金字塔、半毁的圆顶建筑、笔直的隧道通道、巨大的采矿坑洞等等。虽然官方资料看似没有发现任何智慧生物的痕迹，但阴谋论者们坚持认为，那些照片早就被精心挑选与修饰，真正敏感的部分永远不会让世人看到。也许以上种种听起来过于惊世骇俗，让人怀疑是不是人类过度想象。然而，月球本身就有许多未解之谜。首先，月球的起源至今没有定论，各种科学假说都存在难以解释的漏洞。其次，月球总是以同一面朝向地球，自转与公转完美同步，这种现象在太阳系大型卫星中极为罕见，仿佛刻意为之一般。更奇特的是，阿波罗任务期间的一些实验数据甚至引发月球空心说的猜测。1969年阿波罗12号任务结束时，登月舱的下半部被有意撞击在月球表面，结果月球内部的震动回响整整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科学家用像一口巨钟被敲响来形容月球回荡不止的震波。一般来说，实心天体在撞击后震动衰减很快，但月球仿佛有中空的结构，能反复回响。
这现象让部分研究者大胆提出，月球或许不是纯天然形成的实心星球，而是一座被挖空的人工天体。甚至有人联想，月球内部会不会隐藏着外星人的巨型基地或设施？对此，主流科学并不认同，认为造成长时间月震的原因可能是月壳特殊的岩石结构和板块碎裂。但不可否认，月球的许多特质至今仍让人困惑不解。还有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人类在登陆数次月球后，突然半途而废，停止了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从1969年首登月到1972年阿波罗17号完成任务后戛然而止。此后将近50年里，人类再没有踏上月球一步。要知道，在阿波罗计划初期，美国原本规划了18号、19号、20号等更多任务，然而这些后续任务不是被取消，就是据称改为无人计划。官方给出的理由主要是经费缩减和社会关注度下降，但许多人并不买账。难道真的是因为预算问题放弃如此重大的成就？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人类被某种力量警告或阻止了。据传，阿姆斯特朗曾私下透露过，人类之所以没再登月，是因为我们被警告不要再去了。如果真有其事，那警告来自何方？又为何不让我们重返月球？这背后的原因引人无限遐想。坊间甚至出现了所谓阿波罗18号的传说，一些阴谋论者坚称，在公开的阿波罗17号之后，美国其实暗中又执行过载人登月任务。据传1974年12月，美国有3名太空人搭乘一艘未公开的阿波罗18号火箭，秘密升空奔赴月球，执行一项绝密任务。然而这次任务最终下落不明。谣言说阿波罗18号在月球上与某种神秘的外星物体发生了直接接触，随即失去了联系，3名宇航员就此下落不明。由于不明生物的出现过于惊人，美国高层在震惊之余决定彻底终止阿波罗计划，再也不冒险让人类登月。事后 NASA 对外否认了阿波罗18号任务的存在，强调阿波罗17号之后再无载人登月。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自那以后，不仅美国没有再登月，连当时的太空竞争对手苏联也几乎同一时间戛然而止了他们的载人登月工程。两大强权在登月问题上的异口同声，让人不禁怀疑其中是否另有隐情。有传闻称，若干年后2名 NASA 技术人员曾在资料库里意外找到一卷古老的录像带，内容显示阿波罗18号确实发射并登陆了月球，而且太空人似乎回传了他们在月球上发现生命迹象的情报，只是这卷录像带从未公开，很快又消失无踪，使得阿波罗18号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更奇特的是，阿波罗20号的故事在网际网络时代也掀起过波澜。一位自称参与过阿波罗计划的男子在21世纪初跳出来爆料，美国与苏联曾于1976年联合执行了一次绝密的阿波罗20号任务，目标直指月球背面一个神秘的巨大物体。据他描述，早在阿波罗15号拍摄的月面照片中，就曾在德尔波特坑附近看见一个长达数公里的雪茄形黑影，看起来像是一艘坠毁已久的巨型太空船。阿波罗20号的任务就是去近距离调查这个远古飞船残骸。爆料者声称，太空人登上那艘外星飞船后，竟在其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外星人遗体。他形容那是一位女性形态的外星生物，安详地躺在座舱内，似乎已经沉睡了数千年。随着爆料，他还在网络上传了一系列模糊失真的照片与影片，自称是当年阿波罗20号拍摄的影像。一时间，月球远古飞船与蒙娜丽莎外星女尸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主流社会后来多半认定这是一场恶作剧，这名神秘男子提供的所谓证据也被质疑是伪造拼接的。即便如此，阿波罗20号的都市传说还是给月球增添了更多诡谲色彩，仿佛在我们触及不到的月背阴影处隐藏着跨越时空的秘密。除了美国的经历，世界其他国家对月球的探索也让谣言不断。譬如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的超能力遥视计划，就将月球作为目标之一。参与者是超心理学界知名的英戈斯旺，他透过所谓心灵远距观测的方式，在意识中探访了月球背面的景象。根据斯旺后来的描述，他的意识仿佛飘到了幽暗的月球另一侧，看见那里有一些人工建造的结构，
包括开口的坑道与覆盖透明圆顶的建筑物。他好奇地将意识穿透进其中一座建筑物内部，结果令他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建筑里竟活动着几个高大的人形生物，它们的外貌似乎不像人类，身材魁梧。更可怕的是，斯旺感觉那些生物意识到了有人在远处窥视，于是开始警觉地东张西望，试图寻找不速之客的来源。这一刻，斯旺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中断摇视，结束了这次令他永生难忘的实验。斯旺坚称自己的体验是真实的，并认为月球背面极可能存在外星基地和外星人活动。这项说法虽无法证明，但事后一些解密文件显示，美国情报部门当年对遥视月球基地的结果的确相当重视，这无疑更加深了月球谜团的神秘氛围。另一方面，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们也陆续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观测发现。2013年，日本的业余天文团队拍摄月球时，声称在月面上空捕捉到数个巨大的黑色物体高速掠过的画面。据描述，那些黑影每一个长达500到1000公尺，在月球地平线附近以之字形诡异路线飞行，不像是自然天体或人造探测器。虽然这一观测缺乏进一步证实，但许多人联想到了历来报告的月球瞬变现象。从中世纪直到现代，多位天文学家都曾观测到月球表面出现短暂的发光、移动阴影或闪烁。有人认为那可能是月球火山喷气或地质活动，但也有人怀疑其来源并不寻常，或许正是某种智慧生物活动的迹象。另外，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晚年也多次警告人类要谨慎对待外星智慧。他甚至语出惊人地提到，人类不应鲁莽地登陆其他天体，因为我们可能会招惹到比我们强大的外星文明。有谣传说霍金特别提醒过，月球背面很可能存在外星生命，人类贸然前往恐怕有危险。这些声音无形中给重返月球的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难道人类真会在月球上碰上难以对付的邻居吗？值得注意的是，当年阿波罗11号3位英雄归来地球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异常举止也被阴谋论者反复提起。按理说，作为史上首批踏上月球的人类，他们理应兴奋自豪、神采飞扬才对。然而1969年，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柯林斯三人在镜头前却显得表情凝重、心事重重。他们语调谨慎，回答提问时有时支吾迟疑，完全没有完成伟大壮举后的喜悦放松。这异常的神态让现场许多记者和观众都感到困惑。不少阴谋论者事后解读，他们可能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 NASA 高层警告过他们，不得提及在月球上看到的异常情况。那3张隐忍压抑的面孔，或许说明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与震撼。有些真相他们不敢也不能公诸于众。随着时间推移，外星人存在从过去的风言风语逐渐变成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可能。越来越多科学界人士公开表示，相信宇宙中绝非只有地球孕育了智慧生命。就连曾任国际太空站指挥官的华裔美籍太空人焦立中也在演讲中提到，宇宙到处都是生命，只是人类尚未正式发现。可以说，大众对外星文明真实存在的态度比起几十年前开放许多。然而，月球上的外星秘密依旧笼罩在疑云之中。从阿波罗时代直到今天， NASA 官方始终否认在月球有任何异常遭遇，强调所有任务都一切正常。但在民间，许多人对此说法并不买账。半个世纪以来，无数的传闻、证词与所谓泄露的证据相互交织，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悸的图景。月球也许并非冰冷荒芜的死寂之地，而是早有他者出没其间。他们或许建立了隐秘的前哨基地，在黑暗中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如今，人类即将整装再出发， NASA 已经展开阿提米斯 Artemis 计划，准备在2025年前后重返月球。这次甚至计划建立长期驻留的月球基地。随着发射日逼近，一些好奇的人不禁要问，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如果当年阿波罗太空人在月球上所见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现在我们重返月球时，是否会再度面对那些未知的月球主人？数十年的科技进步能否让我们解开当年未解的谜团？还是说，
一切真相仍将被谨慎地掩盖下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新一代太空人踏上月球表面的那一刻，我们才能最终确定昔日阿姆斯特朗他们所惊呼的好多船只究竟是真是假。如果月球上真的有某种存在一直注视着人类，那么这次人类的回归将会是与他们正面相逢的时刻。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期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到那时，答案将决定月亮上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是冰冷的岩石，还是凝望我们已久的陌生眼睛。